哇，养的野猪吗？有点像哎，第一次看到。这种黑色小猪仔耶。应该是野猪吧。你是否也曾向往隐居山林，躲开城市的嘈杂？今天我们踏入湖南的深山，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山谷里，发现飘着温柔的炊烟，岁月安稳的景象。这里山清水秀，鸟鸣相伴，是一个难得原生态古村。可如今偌大的村落就只剩3栋房屋。进山虽然只有一条泥巴道路，但是电线直达房屋的门口。我们开始以为这里是一个无人村，但是幸运的是，我们有遇到原住村民带着他的孙子在这里小住几日，要不然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无人村了。这位伯伯非常热情，三番五次地邀请我们进屋吃饭，盛情难却，让我们品尝到了他精湛的手艺与乡里的特色美食。通过实地探寻，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古村落，以前更是淘金的圣地，但是如今却早已人去楼空。现在仅有养殖户在这里散养野猪。这位伯伯还告诉我们，这里将会修通水泥路面，相信不久原有村民会重回故土，这个沉寂的古村落又将充满烟火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澜，祝大家朝朝如愿，岁岁安澜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的一座大山里面。我们一路开车过来，路十分的难走，就算对面来了一辆摩托车都无法让行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大山的深处，去探访古村落吧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湖南浏阳，这里呢是四周围啊都是高山。这个古村落呢，就坐落在这个山谷深处。通过无人机刚刚探寻呢，就是看到这里面啊，有几栋房子，外墙啊是做了粉刷的，但是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住。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山谷下方的电线杆走向，应该是有人住，但是呢是2厢店，所以应该就是普通的民宅。养殖场他们都会，让电力局的工作人员呢会使用3厢电，所以这里面应该不是一个大型的养殖场，应该就是普通居民居住，但是不知道还有谁住在里面。这里下大雨的话，山体滑坡就会很严重啊。这里以前应该是有山体滑坡了，你看，这个路面啊很松软。这上面有车轮印，应该是有一些货车进来。这电线杆都还是以前的那种老式电线杆。今天的天气还算比较舒服。我们现在已经是处于这个山的半山腰，海拔大概是500-600米高。我的天！小心啊，不要摔下去了。好多虫子这里。看看，这泥巴路，到处都是水。哎呀，以前像这种山坳里面都会开孔出来种庄稼的。这里是有人维护这条路。所以这里面是肯定有人住。下面就是一条山泉水溪流，挨着这个泉水，它这个花都开的要晚一些，因为泉水冰凉刺骨，温度要极低。应该快到村落了吧？这个山泉水的声音好响啊！
像个小型瀑布了，对吧？有好多空瓶子，好脏的。现在就看到了一栋房子，炊烟袅袅。看上去是泥土房还是水泥砖房啊？应该是泥土房吧，应该是的。哇，养的野猪吗？有点像哎，第一次看到。这种黑色小猪仔耶。应该是野猪吧？不知道。我问一下看。在这里，这里有好多。哦，好多，对，桃子树。他们的猪都是跑山猪啊。哎，你好。哟，你好，大哥你好。你在这里面搞养殖啊？这个猪是野猪吗？野猪啊？是跟家猪繁殖的还是原始的野猪啊？啊，就是那种以前那种山里的野猪啊。我带小孩子出来玩一下，游山玩水玩一下。你这里还住着好多人吗？现在没人住啦。现在就你这一个人住吗？我看后面那里好像都还有人住哎。他也是搞养殖吗？搬走了。啊，养蜂蜜的。你就是搞养殖。你一个人在这里啊？还有我孙子在这里。孙子啊？放暑假了，完了。小孩子他愿意跟着你到山里面啊？这有没有什么好玩的？跑到山里面干嘛？空气好些了。空气好些。现在很少有小孩子愿意一个人到这个山里面的，又没有一个玩伴，又没有朋友。你这里面有手机信号啊？没有。那他这里干嘛呢？小孩子？跟着我玩一下啊。就跟着爷爷到就跑山了。在家里面，在大窑那里也不玩手机。哎呀，这么乖呀！那他家里就看看电视啦。看电视每天只看1个小时。这是他爸爸妈妈控制还是什么？他爸爸妈妈控制了，小时候就。从小控制就只能看1个小时电视，不允许玩手机。那就是专心安安心心搞学习。然后就也是带着他们去其他地方玩一玩。家教真好。有时候就带着小孩玩一下。哦。你这个房子修了多少年了？这个不是我的。还不是你的房啊？我在那个上面租房子。这上面都还有房子啊？还有很多。还有好多房啊？那上面有人住吗？没有。没有人住了。现在就只有这2栋房有人住。到乡下的都做房子。这个地方其实还好哎，你这里上来都还有水泥路啊。有啊。就是这一节没有水泥路了嘛。这节也会打掉。是你们村里面出钱还是你自己出钱？村里面出钱吧。他这里再铺水泥路，你没有人住了。有人住啊，我们住在这里。就为了你们2个打条水泥路面。那个现在是政府好啊。政策好了。政策好了。为了2个人还给你打条水泥路进来，那真的非常好了。他水泥路面会一直打到那个山顶上去吗？什么时候计划打呢？不知道，那个上面还有10几户人家。这个上面10几户啊？还有以前都买到走了。那如果假如说这条水泥路面要是全部给你们打通了，是不是那些人会不会回来？有些人他就会回来做过房子啊。做过房子，夏天的时候就到这里来。那避暑就避暑了。是吧？这里好凉快，夏天。我们修的这里又不要风扇啊，什么东西？你这里都没搞风扇啊？没有，还要盖被子。
哎呀，怎么以为这么夸张啊？我看看你不是骗我的吧？你分散都没把？对，下了没有？哎呦，你真的没分散哦。哎，你现在是煮什么啦？现在就开始生火，还没到中午啦。现在就做饭吃，还没到中午啦。提前吃早中饭了。自己这里种了点菜。那你现在孙子了才睡觉啊？孙子叫你们吃饭去了。那你孙子多大了呢10岁。才10岁啊？他是怎么出去的？走路出去的？到山里去了。去山顶上叫人来下面来吃饭啦？你不是说山顶上没人住了吗？以前，别个到这里来玩也是。哦，也是别人到山顶上玩的。估计你孙子喜欢，也是喜欢游山玩水，到就玩一玩。哎呦，这家人以前装修的还不错嘞。我有3个孙子，都不上电视，都不玩手机。哎呀，你怎么家教这么好嘞？他妈妈打人，小时候就搞惯了。那他妈妈真的非常好哦。他妈妈是教师的。哦，他妈妈是教师。哎呦，是好，不要玩手机，玩手机真的不行。现在好，不是说是小孩，大人都是人手一部手机，走不动路的。那你搞了点什么好菜喽？这里养了鸡吗？没有。鸡、鸭、鹅都没养。我才回来不久。哦，你也是在这里搞养殖不久。那你这个野猪养了多少头了？这个野猪也不是我养的。也不是你养的。别个养的。哦，它这个主要就是要养多久它才会出栏呢？这个长不大，就是这么小。它就一直就是这么小啊？那这个野猪卖的贵吧？20块钱一斤。20啊？那也还好哎，这个价格啊。是的。才20块钱一斤呢。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野猪，但是我看看那个纪录片，那个野猪都是带了好多獠牙的，有牙齿的。这个应该是改良过，这个野猪。这种野猪应该是家养惯了，养牙退化了。应该是的。这个是还没有多久的，2年的。哦。那个长那个牙齿要几年。哦，要几年就会长牙齿出来？那你现在放心让你孙子跑到上面去叫人啦？哎呦，你胆子大，小孩子胆子也大。那没关系的。不过你这里的确是凉快，好大的风。哎，小朋友，你好啊。你刚刚你爷爷说你去叫人吃饭，在上面去叫人吗？还有谁在上面啊？你只看到一个人啊？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？老年人呐，他在上面做事啊。哦，你愿意跟你爷爷在一起玩啦？你这里没有朋友啊，就你一个人，你都愿意在这里啊？愿意啊？这个你孙子真的好没事，走一走，你孙子真听话。以前这里应该住的人多吧？整个加起来有没有100号人？这里啊？没有。以前就是人多的时候都没100个人啦。没有。50、60个人了。50个人。哎呦，那就是一个小村落了。那基本上搬出去也有10、20年了吧？没有。就是我们这个村就是200多个人以前。整个这个村才200个人。以前。哦。那基本上那个时候都是逃荒啊，或者是干嘛住进来了。你们也到这里水煮饭不？
哎，谢谢，不用不用，我们都吃得晚。吃一点饭，我这还蒸一点饭啊。哎，谢谢谢谢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太客气了，谢谢。我们待会儿去上面走走看看，待会儿再来。我去上面走走转一转，待会儿再找你聊啊。你的年龄应该不大吧？62岁左右。我啊，啊？ 50几岁。哎，你才50几岁啊？嗯。所以说我叫你大哥没错，你就比我大几岁而已。嗯。那上面是不是山体滑坡了？不是，我挖的地盘，做房子的。你自己准备建房啊？啊。什么时间呢？我等是明年的样子。建2层楼房还是什么2层。搞这个红砖房啊？啊。准备这里搞农家乐吗？啊，我不是我自己的房顶，我不就打了水泥路我就会做，没有打水泥路之前我就不会做。啊，那肯定，你不打水泥路面，你下雨天你走路都不够呛。啊，是的。走路都没办法走的。是的。我就说那个政府他们把水泥路打好了。以前那个上面就是你的老宅了，祖宅了。哎，是的。我估计以前原有的村民，如果真的是得到消息说你这个路全部是水泥路面，肯定就会搬回来。想方设法都会盖一间房。盖一间房，不是夏天就回来住2个月。对。啊。夏天住个2、3个月嘛。哎，你好。你们在山里面干活啊？干活。哎呦，这么热的天哦！好，不打扰你们，你们吃饭，我们出去转转玩一玩。啊。宝宝，拜拜。我们先到这个山顶上去看一看。这个地方怎么盖房子？看看这个路面。刚跟这个大哥说，要在上面建房子，要是这里不铺水泥路，下雨天走路都不好走。所以，他现在就等着这条路面，水泥路一旦铺好了，很多原有的这个村民就会回来这里，回到这个大山里面。因为现在城市里面，说实话，很多人都厌倦了。哦，这个以前是个矿洞呀。以前这里都还挖了矿的嘞。现在被封住了。还看不出来哟。这里面应该是淘了金的。这是在山谷里面。以前这上面都还住了10多户人家。待会儿再跟大哥好好再聊一聊，因为他现在有2个村民在山上面干活，非常热情，请人家吃午饭。所以我们先不打扰他们，虽然他很客气，让我们吃饭。所以山里面的人啊，都非常热情好客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哎，这就是这个大哥他们以前的祖宅，在这个上面，通过这个挖他一条路上去。好，我们就不上去了，因为它上面只是一个牧场，我们就不上去了。我们就走到这边看看。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山泉水，负离子满满的空气，然后非常宜人的山间林间生活，再加上这里把一些田地再重新开垦出来，就非常棒了。阿兰，这上面还有一栋房子哦，我们刚刚应该要上去的。好吧，我们先从这边过去看看。以前这里是一条老的村道，村道基本上都是石头路，小心啊！放心，这种羊肠小道我走多了，是吧？
啊，这里呢，就是以前的田地了。所以刚刚大哥把这个房子建到那个山顶上，看看这一片，就可以全部开垦出来。本身以前这里就是田呐，但是现在可以不种田，可以把它开出来做菜地，没有一点问题。不知道那个上面还有没有房子？刚刚通过无人机这里看到是有6、7栋房子的，但是都没有住人了，就只有这位爷爷50多岁的爷爷带着孙子。哎呀，我们看看从这里能不能上去。这里又没有手机信号，又没有电视，什么都没有。这小朋友也愿意跟着他爷爷待在一起，所以家教非常重要。啊，这里过不去了。以前这里是一条小路，一条村道，但是现在看起来不是很好走哎。好多碎石头堵住了。啊，我看看啊，这里有牛走过的痕迹，要小心一点啊。我看一下啊，应该是可以上去吧。我们试试看。我咳嗽一下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防止这里面啊，哎呀，有长蛇呀。夏天就是这样不好啊，又热又有蛇手成蚁什么的。好，出来了。哎呦，小心啊！哎呦，你看这以前也是田来的，好吧，我们走到这上面去。哎呦，那里还有房子是吧？哎呦，这要爬上去，来，爸爸牵你上去啊！这乱石堆，小心。来，我牵着你。哎呀，走这边，走爸爸这边啊，小心。哎呦，啊，不用牵了吧？哎呀，好了，好，伸手了，爸爸伸手了啊，安全了。哎呦，哇呀，这一栋房是捐房来的，应该是做养殖场，养牛养猪的。上面的还可以走啊。哦，下面都是良田，看看，四周都是山，在群山里面，对面没有看到房子了，应该在那个山头那边应该还是有房子，看那里都还挖了一条路，一直从那里圈过去。好吧，我们下去看看那栋泥头房，去瞧瞧看。这栋泥头房都还保护的挺好的，看到吗？它外墙都是用石灰做了粉砂，保护的还很好。如果上面的瓦片再稍微修缮一下，会更好。它这里面这一片以前也是一个牧场，很大的。下雨天这里到处都是黄泥。这个还换成了玻璃窗。是啊，这个房子当初建起来，路不好走的话，能够把这些玻璃啊弄上来也不容易啊。这上面是上了锁。啊，
看不见，乌漆麻黑。上面写的什么？收梅子、收草莓的、杨梅的。啊，看不见。哇，这个石灰涂的那么厚啊！哎呦，这里是一个沙发吧，还是什么？还是一个便衣床啊？可以在这里面住住。要是把这个房子再翻新一下，是挺不错的。你看，反正这路面已经挖通了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反正，这里一条路下去，对面就可以种些瓜果蔬菜，种到这个山坳里面。然后这里有水，养鸡、养鸭、养鹅什么的，没一点问题。啊，在这山谷里面真凉快，比那个城市里面温度低好多。哇，这个地都开裂了。因为它这是黄泥巴呀，它下雨以后它会有沉降啊，它本身这是一个山呐、要把它垫高垫平呐、那上面也是一个洞，那个挖金子的洞，看到吗？怎么感觉我们也把它密封起来了。确实。所以以前这里很多盗洞，因为整个这一片是挖金的一个宝地，尤其是在几十年前，这里聚集的五湖四海的人都在这里面投资啊、挖矿。当然了，很多人捐得盆满钵满，同时也有很多人赔得倾家荡产。有喜就有忧吧。从石头里面提炼出来的金子，金子有沙金、矿石金，沙金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沙子里面提炼出来呀。矿石金是不是从矿石里面啊，就是这个提炼出来矿山里面。谢谢，你们吃，太客气了。谢谢，太客气，太客气。啊，你这里还很多人这里挖了金子啊！我刚刚看到好几个那个金矿哦，那都是私人开采了。我们再去那里面走走看，待会儿再过来啊。这上面也是，哎，我去那边走走，谢谢谢谢。你吃不吃？啊？不用吧？这伯伯叫你吃饭这么客气不用麻烦了，啊？不用麻烦了。要不要吃山里的菜？吃一口吧。想不想？要不要吃山里的做的菜？你这个伯伯这么热情，吃一点吧。吃一点，我们再走到里面去玩一玩。好吧，好吧，盛情难却，吃一点点吧，吃点山里的山珍海味。小朋友，吃饱饭了没有？你躲起来干嘛？还有点怕生吗？不怕。啊。坐。哎，谢谢，不要那么多，我们就伯伯吃一下，我们就吃一点。谢谢伯伯。有饭我们吃完了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我是现在刚好暑假，带小孩子出来到处走一走。你坐哪边？坐这边吧。这边。这里面风景很好。风景很好，所以我带他出来玩一玩、拍拍视频啊，走一走啊。对，我们吃完了。哎呀，谢谢。我前一天你们没有看见你。我们是8点半快9点钟才吃的早餐，所以说都不是很饿。哎，你等到下午这里有没有钉子？我们待会儿开车就走了。试试看山里的菜啊。我们不客气啊。谢谢，真的热情。那以前这里挖金的话，是不是很多人？很多人吧。很多人。我反正在其他地方听到是有打死人的。有哦。有哦。这个鱼仔，你看，这是他们应该是自己河里搞的。这个腊肉好鲜美。辛苦了我。这块腊肉，这是你自己熏的吗？好，我反而建议你，要么就盖个木房子，这是最好的。
搞泥土房的，估计很多人没有这个工艺了，不会修了。我会盖木粉。这种装潢啊，说实话，热，哪怕是住在山里面，真的太阳起来还是热。我就是打算那个房子，你看见吗？看到了，那是你的祖宅吗？是的，是我的老家。那个祖宅不用拆，把那个瓦换一下，把周边再粉刷一下，稍微加固一下，那个房子就非常好了。那个房子为什么别人不愿意买？说实话，都看得起。我也看得起，说心里话。还挣了10万块钱。房子不错的，这个地方风景好。这是小鱼仔，河里的鱼仔。好吃哦，这鱼仔。这看。你可以叫一下那个弟弟过来跟你一起吃饭，把他弟弟叫过来。他吃完了，中个节。他洗碗去了。他10岁就去给你洗碗了。都什么事情都做。真的，他妈妈的家教真好。洗衣服。还自己洗衣服啊？哎，你另外2个孙子他怎么跟着起来呢？还一个2岁的。一个只有2岁，还有一个呢？一个女孩子11岁。那11岁可以在这里啊，估计在这里待不习惯。没有房间。房间不够。等你把这里房子建好了，那你3个孙子肯定愿意到这里来。就是我这个孙子要建房子就他说要建的。孙子都是爷爷的宝。这个上面还有10个房子。就是我刚刚上去的那条路啊。还有，但是现在留下来的有多少栋呢？现在不就是我一栋房子了？其他房子都倒了。等你修了好的别墅，我再过来玩。明年就修好啊！明年就来。我这个住这个房子。你就是参考网上的了，就别人网上是这样建的了，你就是这样子模仿别人这样子建了。这房子很漂亮啊。那是以前那种房子了，小朋友你喜欢吗？这就是你爷爷让你爷爷给你这样修，对不对？我那个下一层我要起3米高，起车库。是下面要放车。上面就这个房子。那是不错。那你这样下来预计投资的费多少？要不要接近20多万？20万搞不下来应该。有50万。50万？哎呦，那你真有钱。那以后要是水泥路真的通了，你这里会很热闹，又会像以前一样热闹。这个肉还不错，吃一块吧。你吃没关系啊。这吃啊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我们今天有口福，出门就遇贵人，又有吃的，又有看的，又有玩的。谢谢，美味。这里还有饭啊。不用了，谢谢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我不要了。多吃点菜啊。这野猪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好像有20头。有20头。小朋友，我们来聊聊天。你现在读几年级？4年级。在哪里读书了？在大窑啊。那你是浏阳人呢？那你浏阳的话有什么好玩的不？没有吗？那你怎么不把你姐姐也一起邀请过来呢？这个孙子真的很好。非常，我是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听话的小孩子。你这里没有养狗吗？没有。可以养条狗啊！你孙子难道不喜欢狗吗？不养狗。他会养狗，我搞一下子，我又会回去。你在这里面把这个牧场搞一下，就在这里待一段时间，然后其他又飞到城里面去了。现在你就等着这个路修好，然后就常住在这里了。那我们运气还好了，刚好到这里面来，要不然这里面就是变成无人村。其实现在也叫无人村，你只是偶尔回来看一看。小朋友，你爷爷做的菜好吃不？我们还是进来几天呢。你才进来几天呐？哎呦，那我们的运气是真好哦。我们又不经常就在这里。好，那打扰你了，大哥。你贵姓啊？我姓曾。姓曾呐，就是曾经的曾的多音字了。
好，郑大哥，谢谢。谢谢你的热情款待。好，郑大哥，那打扰了。好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好，小朋友再见。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好，郑大哥，拜拜。我走一下就回去了。哟，待会儿还会下雨哦。这天气还是飘了一丁点雨嘞。啊，前面还有好多野猪嘞。刚刚就有好几头野猪跑过来了，还有一头野猪带着一只小猪在里。是啊，母猪吧。这山泉水。地上有很多这种小蚂蚱耶。哟，哦，全部是，看这里也有一个挖金的，到处都是一个洞。这是1号矿洞。对啊。这上面也是田，以前上面应该都有房子可以走上去的，但是现在这里是变成一个无人村了，也就刚刚这个曾大哥都是偶尔回来住一下，他现在就等着这个地方这条路面变成水泥路面，那么他们就会在这里面重新盖房。以前原来住在这个村里面的村民呢，就会陆陆续续都会回来，但是要是没有水泥路面没修通，那么整个这个山里这一片就是无人村了。虽然这些房子看起来还不错，哇，一只蜻蜓，哎，不动，蜻蜓挡在你的，哎，看看，蜻蜓现在在我的这个相机上面，看到没有？这里，哇，它这个尾部你看，现在是拍不到，要是能拍得到是最好了，因为刚好是飞到我这个相机的正对面。这个蜻蜓的还有不怕冷呢，它那个好像是叫豆娘，因为尾巴上很长。是的。尾巴很长的话，它就会叫豆娘。一般普通的那种尾巴很短的话，就叫蜻蜓。啊，这里好多蜂箱。都是以前住在这个村里面的人，在这里面搞养殖业，养牛、养蜂。啊，这里蜂箱还有几十箱哎。这里也是个矿洞。这上面也是。这里要个大一点。这个矿洞呢，就完全把它密封死了。这个是3号矿洞。这里呢，以前也都是水稻田。看，这里是2号矿洞啊。哦。这里就是挖矿的，也是。好吧，因为这上面说是没有人住了。我们今天不忘此行，到这山里面来，感受了大山里面的热情，又吃上了山里面的一些农家菜，非常棒。更重要的是遇见这个小朋友，10岁就愿意跟着爷爷在大山里面生活。没想到这里竟然是一块风水宝地呀！不仅住在这里的人热情好客，就连动物也可以在这座大山里自由奔跑。这真是风景宜人呐！如果是你愿意在这座大山里居住吗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